Hello，大家好，我是九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我来 YouTube 的第一期视频。医药政策与公卫治理是我博士的研究方向，所以斗胆开了这个专题频道。但我其实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如果有讲的不完善的地方，也欢迎私信我或者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国药品专利制度，那我们就不多废话，进入正题。药品是现代社会人民生命健康所离不开的一类必需品，但它同时也是一类商品。绝大多数药品均是由商业制药公司完成开发并最终市场化的，而且创新药物开发涉及的成本和风险极高，动辄数年、数亿，甚至是数十亿美金的成本。因此，药品专利带来的市场独占、高额利润，对于这类高风险的创新不被扼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落实到现实层面，即药品专利的制度监管体系是否健全，对于一个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过去几十年，美国在药品专利监管制度设计领域一直处于领跑位置，也是全世界各国学习的对象。针对生物医药领域，老美的优点呢，还是值得我们积极学习一下的。说到美国药品专利监管体系制度，绕不开的头一件大事就是1984年美国出台的 Hatch-Waxman 法案。这项法案全称是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补偿法，是美国药监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也对美国制药行业、药品市场以及全球多国的药品专利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有同学就要问了，你标题里边不是说终究是博拉扛下了所有，幸福了大家，你不会是标题党吧？其实不然，我后面会讲到，博拉这个药企的牺牲，其实对 Hatch-Waxman 法案最终的落地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我先介绍一下 Hatch-Waxman 法案。Hatch-Waxman 法案主要的目的是平衡创新药物研发的专利保护和仿制药市场的合理竞争。要想对这个目的有深入的理解，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在1984年 Hatch-Waxman 法案出台之前，美国药品市场所面临的三大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处方药价格高昂。那个时期，药品价格对于许多美国患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当时，美国药品市场主要以原研药，即首次由某个制药公司开发并获得相关专利的药物为主，而原研药往往价格昂贵，因为制药公司需要回收在研发、临床试验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巨额投资，这种投资通常高达数十亿美元和数十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患者难以负担治疗费用。第二，权重过高的专利保护。美国人向来是非常看重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的，尤其是药品市场。专利保护制度是推动新药研发的重要机制，通过给予药品原研企业一定时期的市场独占权，使其能够在此期间获得高额收益，以此激励制药公司进行风险大、成本高的创新药物研发。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药物获得专利，其他公司在专利有效期内无法生产和销售该药品的仿制版本，出现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市场竞争格局，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第三，仿制药的市场进入难度很高。在 Hatch-Waxman 法案之前，仿制药企业进入市场面临诸多的障碍。为了研发仿制药，公司不仅需要等待原研药物的专利期到期，还需要进行与原研药相同的昂贵又耗时的临床试验，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大大增加了仿制药的研发成本，延迟了他们的市场推出时间。因此，当时引发社会各界激烈讨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在不扼杀药品创新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药价，鼓励优质的仿制药尽早进入市场。纵观历史，激烈的讨论往往需要一个导火索来促成一些实质性法案的落地。这个导火索就是大名鼎鼎的博拉案。博拉案例全称为罗氏制药公司诉博拉制药公司案，是一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法律案件，对1984年 Hatch-Waxman 法案的出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先带大家梳理一下案件的背景信息。罗氏制药公司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大型制药企业，全球排名常年稳居前10的药企。当时还是1983年，罗氏公司拥有原研安眠药达尔曼的专利，这个专利具体是给到了达尔曼的活性成分盐酸氟西泮。这个专利将在1985年过期，而博拉制药公司是当时的一家仿制药制造商。他想在1985年盐酸氟西泮专利到期以后，向市场推出达尔曼的仿制药。这个安眠药的活性成分盐酸氟西泮的合成非常的简单，但是作为一款药品，上市前需要做很多的研究来证明其有效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并且 FDA 审批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1983年博拉公司就从加拿大的一家制造商那里开始进口盐酸氟西泮等原料药，着手做仿制，并开始了试验，获取用于上市审批的稳定性、有效性等数据。当时的博拉也没有偷偷摸摸的做这件事，反而是光明正大的做，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原研者罗氏制药给知道了。1983年7月，罗氏制药就将博拉公司告上了法庭，理由也很简单。盐酸氟西泮还在专利保护期内，博拉公司就开始用盐酸氟西泮做实验，测试仿制药，属于专利侵权。那么有同学就要问了，那博拉为什么还光明正大的这么做呢？其实博拉当时是不觉得违法的。美国专利法中有一个实验使用例外，它允许个人或者组织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专利产品或者专利过程进行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实验，这种行为不被视为专利侵权。这个条款的目的主要是鼓励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所以博拉他当时是这么想的：我明明只是对专利药的仿制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属于专利法中的实验使用例外。但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博拉公司的主张，裁定实验使用例外不适用于此案，因为博拉公司的试验具有商业的目的，即在专利到期以后去和罗氏公司的原研药品竞争。因此法院认为博拉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专利侵权，因为其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在专利到期以后立即投入市场竞争。这一裁决立即引起了整个制药行业的关注。我们刚刚讲到，本身当时的美国社会就在苦想如何尽可能的降低药价，去鼓励优质的仿制药尽早的进入市场。结果这样一搞，仿制药企业博拉又被原研药企业罗氏给单杀了。当时仿制药制造商们就认为，如果无法在原研药物专利到期之前去进行他们想要做的测试、研发以及生产准备工作，那他们将不可能够在原研专利到期以后立即能推出仿制药，这相当于变相的给原研药企延长了市场独占期的时间。仿制药的制造商们的观点，包括博拉为自己做的辩护，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法院虽然判了博拉专利侵权，但是法院同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专利保护期前禁止仿制药的研究与试验，实际上是变相的延长了专利保护期。这一矛盾急需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以此为契机，1984年，美国众议员 Hatch 和参议员 Waxman联合提出了 Hatch-Waxman 法案，并在国会上同社会各界代表，包括原研药企代表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该法案在1984年9月24号获得了通过。Hatch-Waxman 法案中有很多的条款，其中和博拉案例最为相关的一个关键条款就是研究豁免，或者叫安全港豁免，业界也通常称之为博拉例外，即允许仿制药制造商在原研药物专利到期之前进行必要的开发和测试工作，而不构成专利侵权。这为仿制药公司在原研药专利到期以后能够立即推出仿制药创造了必要的时间条件。至此，似乎只有博拉受伤的世界达成了。Hatch-Waxman 法案的出台，为美国药品专利问题的纠纷建立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也影响了后续几十年世界多国药品专利法的立法。下面的小节将详细介绍 Hatch-Waxman 法案构建起的美国药品专利监管体系。作为一项里程碑式的法案， Hatch-Waxman 法案的出台必定是
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正如前文所说，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平衡创新药物研发的专利保护和仿制药市场的合理竞争，也就是平衡了药物研发创新者与仿制者之间的利益。因此 Hatch-Waxman 法案最重要的5个方面：一、ANDA 快速通道，英文直译是简化版的新药申请；二、博拉例外，或者可以叫博拉安全港或者研究例外；三、专利链接制度；四、监管排他性保护制度；五、专利期补偿制度。这5个里边，前2个是为仿制药上市提供了便利与激励，后2个呢是为原研创新者提供了保护和激励。中间的第3条专利链接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原研者和仿制者之间的专利纠纷。整个法案体系堪称是各方利益的完美制衡。Nice。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首先是第一个 ANDA 快速通道。ANDA 即简化版的新药申请程序。ANDA 快速通道旨在为仿制药提供更加快速进入市场的途径。它允许仿制药生产商无需像原研药品厂商那样进行时间、金钱、成本极高的临床试验来证明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是只需要仿制药生产商能够证明其产品与原研药物在体内具有相同的吸收和效力及生物等效性，并且仿制药在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纯度、稳定性等方面与原研药品保持一致，类似于一个等式具有可传导性的原理。临床试验是药品研发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耗钱的步骤。ANDA 的核心在于证明仿制药与原研药品在质量、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生物等效性，无需做独立临床试验。这显然显著地降低了仿制药的开发成本和时间，并且简化了审批流程，使得更多的优质的仿制药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增加药品供应，强化市场竞争，从而去降低药价。第二，研究豁免。但是由于博拉例外这个名字太过的生动，导致我自大2上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到现在依然记忆如新。顾名思义，就是博拉当时做的大胆的尝试。除了他自己被判了专利侵权，此后所有公司做这件事都变成合法的了，只有博拉例外的世界达成了。该法案为仿制药公司在为其仿制药准备 ANDA 期间免受专利侵权诉讼提供了安全港。在此期间，仿制药公司以注册为目的的仿制药研发、测试、生产以及进行生物等效性实验等行为均不被视为专利侵权。第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正如前文所说，专利链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原研者和仿制者之间的专利纠纷。原研者和仿制者之间最常见的纠纷就是仿制药企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侵犯了原研药企的专利。因为原研药企往往会针对药品安下天罗地网的专利布局，尽可能的阻止仿制药绕过专利，但仿制药企的信息往往做不到如此事无巨细，很容易就撞到了原研药企的枪口上。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缓解这种纠纷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搭建一个信息公开的平台，明确地列出涉及某款药物的专利信息，这也符合药品专利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FDA 的橘皮书 Orange Book 就是这样一个官方的平台。至于为什么要叫 Orange Book， 其实也很有意思。当时还是80年代，信息主要是纸质的载体，该官方平台其实就是一本定期更新出版的书。第一版出版于1980年10月，因为当时临近万圣节，所以该书第一版的主编时任 FDA 工作人员唐纳德·哈尔选择了一个照应万圣节南瓜的橙色封面，因此得名橘皮书。其真名是经过治疗等效性评价批准的药品集。1984年 Hatch-Waxman 法案要求 FDA 公开发布一个经批准的药品专利信息表以及其每月更新，这就建立起了月更的橘皮书。从2005年起，橘皮书以电子形式提供。事实上，专利信息只是橘皮书内容的一部分。橘皮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一是药品清单，列出了所有经 FDA 批准的药品，包括处方药、原研药、仿制药、非处方药以及已经停止生产的药品。
只要曾经获得过 FDA 批准认可的药品都会被列入。第二，治疗等效性评价。GP 书会提供多元处方药品的治疗等效性评价，列出的药品均包含相同的活性成分，并且在说明书指定的条件下给予患者时具有相同的临床预期效果。第三，专利信息，这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契合我们今天主题的一项，包括了原研药物的相关专利信息及其到期日期，这些专利可能会覆盖活性成分、剂型、经型、使用方法等等。第四，监管排他性保护信息，提供药品监管排他性保护信息，这是除专利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市场保护形式，我们后面会讲到。第五，产品详细信息，包括了药品的市场状态、活性成分、专有名称、申请编号、剂型、给药途径、效价强度等等。第六，已上市的参比制剂以及对照制剂，成批书中会列出 ANDA 的参比制剂，申请 ANDA 药物需与之有相同的活性成分、适用症、服用方式、剂型、规格以及说明书，以及作为 ANDA 申请者证明生物等效性的对照制剂。通常来说，这个对照试剂也就是 RLD。 说回刚刚的话题， GP 书专利链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原研者和仿制者之间的专利纠纷。当仿制药企提交 ANDA 申请时， GP 书就会发挥早期专利纠纷沟通解决机制的作用。对于仿制药对象原研药，在 GP 书里列出的每一项专利， ANDA 申请人必须声明以下4类声明中的一类。第一类声明，该药品在 GP 书中没有记录专利信息。第二类声明就是该专利已经过期了。第三类声明就是我承诺仿制药在专利到期前不会上市销售。第四类声明就是原研药专利应当无效，或者说该提交 ANDA 产品的制造、使用或者销售均不会侵犯原研药的专利。可以发现，第三类声明也有激励仿制药尽早进入市场的味道。也就是说，即使原研药专利没有到期，你仿制药企业依然可以来做 ANDA 申请，我 FDA 也可以照常审批，因为 ANDA 审批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照常，我 FDA 可以给上市许可批件，以便于仿制药企业能够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后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市场。此外，原研药的专利也不是不可挑战的。第4条声明就是这样写的：当仿制药企希望在原研药专利到期之前进入市场时，可以选择第4类声明，但是这也需要有一定的诉讼程序。仿制药企业必须在提交 ANDA 申请后的45天内通知专利持有人和原研药企业，在收到通知后的45天内，专利持有人有权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仿制药企业可以向 FDA 声明，我觉得我的药品不会侵犯原研药的这个专利，或者我觉得原研药的那个专利根本就是无效的，或者说不可执行的。但是我向 FDA 声明还不够，仿制药企业需要把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告诉原研药持有人的企业。那么原研药持有人的企业听到了他这个观点，可以选择诉讼。如果觉得他这是瞎说的话，原研药企业大概率会诉讼，除非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专利真的站不住脚。那么在收到仿制药企业通知他的45天之内，专利持有人就有权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如果专利持有人提起了诉讼，将自动触发 FDA 对仿制药30个月的批准延期。也就是说，在这30个月内 FDA 不会授予 ANDA 最终批准，直到你们之间的诉讼解决。如果说我们的 ANDA 申请人，也就是仿制药，通过第4类声明成功挑战了原研药的专利，即获得了不构成侵权或原专利无效的法院判决，申请人则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无需等待专利到期。此外， Hatch-Waxman 法案还将奖励第一个成功挑战原研药专利的 ANDA 申请人，给予他180天的市场独占期。在此期间，没有其他仿制药可以获得 FDA 的批准，市场上仅允许同时存在原研药和第一家仿制药的药品。这个奖励为首个成功挑战者提供了短期的市场优势，
同时也鼓励了仿制药企业挑战那些可能无效或者说无法执行的专利，以促进市场的竞争以及专利的高质量发展，最终是为了促进药品价格的降低。第四，监管排他性保护制度。监管排他性保护制度为原研创新者提供了一条独立于专利保护的市场独占保护制度。根据 Hatch-Waxman 法案的规定， NCE 化学实体创新药上市的时候， FDA 将对该 NCE 药品给予为期5年的监管排他性保护。在此期间， FDA 不会去批准任何该 NCE 药物的仿制药上市。1984年 Hatch-Waxman 法案仅明确规定了 NCE 创新药这一种情形，但是随着药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后续监管排他性保护制度也在不断的更新，并能够惠及更多品种的药物。首先是新适应症，做新适应症也需要从头去开展独立的临床试验，耗时耗力，但是意义重大。后续法案因此规定，如果药品制造商为已批准的药品提供新的临床数据以支撑新的用途，可以获得3年额外的监管排他性保护。第二是孤儿药品，孤儿药市场有限，做的人很少，但是患者也确实存在，急需激励。所以后续的法案规定，如果药品制造商研发用于罕见疾病治疗的药物，比如孤儿药品，可以获得7年的监管排他性保护。第三是儿童用药，后续法案也规定，如果药品制造商研发的是儿童用药，也可以获得额外6个月的监管排他性保护。可以注意的是，在监管排他性保护期间，仿制药企依然可以通过第4类声明去挑战原研药的专利，但是即使他挑战成功，仿制药企业的仿制药也无法在监管排他性保护期内获得 FDA 的批准。因此从这也可以看出，监管排他性保护是独立于药品专利保护机制的独立运作的机制，不受专利无效的影响。排他性保护旨在保护原研药企业的研发投资，防止其他企业在保护期内利用原研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数据来获得药品批准。最后第5大板块就是专利期补偿制度，简称 PTE。专利补偿也是进一步保护了创新者的合理获益。之前说到博拉案例中，仿制药企们认为，如果不允许在专利期到期前进行研发试验，是变相的去延长了专利保护期。其实原研药企们也有话要说，因为复杂且耗时的审批程序，药品这个特殊商品的实际专利期被不同程度的缩短了。具体来说，由于激烈的竞争关系和创新药巨大的潜在利益，通常从药品在公司实验室里刚被研发出来的那一刻起，原研药企就开始准备申请专利了，以免晚了一步被竞争对手抢到了先机。但是由于药品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药品从实验室研发出来到最终获得上市许可，需要经过严格的药效学、药理毒理学、药代动等实验的研究，并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验证，以确保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这一过程非常的耗时，且因为行政审批的要求，药品在获得上市许可之前不能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意味着临床试验以及行政审批的过程中，药品专利的持有人虽然享有专利的市场垄断权，但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市场收益。因此相较于其他专利而言，药品专利事实上获得的市场排他性的保护是被客观缩短了的。在某些临床试验用时过长或者监管审批周期过长的案例中，原研药企甚至面临刚刚获批上市，它的专利就快过期的情况，非常的令原研药企们头疼。我太难了。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药品专利期补偿制度应运而生。这是对临床试验以及上市审评审批所占据的专利保护期进行补偿的制度。PTE 的应用使得专利到期日计算变得更为的复杂，这对原研药公司以及仿制药公司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到期日既决定了原研药的市场独占期的终点，也决定了仿制药进入市场的起点。具体的规则如下：药品专利持有人或者其代理人必须在药品获得 FTA 上市批准当天起的60天内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提交 PTE 申请，且同一款药品的专利组内有且仅有一个专利可以申请 PTE。如果错过了这个60天的期限，专利持有人可能会失去 PTE 的机会。提交申请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首先会确定申请是否满足所有形式的要求，以及所涉及的专利是否符合延长的条件。随后，专利商标局会将申请转交给 FDA， 让 FDA 来确定，首先，产品是否已通过 FDA 官方审核获批；第二， FDA 的批准是否是该药品的第一次上市审批；第三， PTE 的申请是否在要求的60天之内提交的。在收到 FDA 资格核准以后，专利局会通知 FDA 并向其提供专利延期申请书的模板，然后还是由 FDA 计算监管审查期并核准临床试验所花费的时间，然后去回复专利局，最终会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计算结果。这个 PTE 的计算公式是等于 RRP 减 PG-RRP 减 DD 减1/2的 TP 减 PGTP。我来解释一下，里边的 RRP 是指 FDA 计算核准的用于 NDA 申报审批所花费的总天数。PG-RRP 是 RRP 中在专利颁发日及之前的天数，也就是扣掉你在专利之前的天数。里边的 DD 是 RRP 中申请人未尽职尽责的天数，就是由于你自己不尽职尽责导致浪费的天数我不管。通常说如果没有尽职调查的话，这一项就为0。然后 TP 是药物临床试验所花费的时间，通常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也就是 IND 生效之日开始，到向 FDA 提交上市申请，也就是到 NDA 结束。PGTP 是指在 TP 中专利颁发日之前的天数，也就是每一项都要减掉这个专利颁发日及之前的天数，也就是说要减掉你还没有获得专利的那些天数。该公式考虑的情况是非常全面的，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和大家记忆， PTE 其实有一个简化的计算公式，其实就等于临床试验时间的1半加上 NDA 审批的时间。我们可以很有意思的发现， FDA 它自己审批的所占用的时间是全部报销的，当然除掉你自己不尽职尽责所浪费的那些时间，但是临床试验的时间它只报销1半，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临床试验做得很慢的话，你自己还是要承担1半的责任的，我只报销1半。所以说如果临床试验花费的时间过长的话，对于药企来说还是非常伤的。此外， PTE 的长度受到2个限制，首先专利获得的最大延期期限为5年，而且第二，算上 PTE 后， FDA 批准其上市之日起，药品的整个的市场独占期不得超过14年。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总而言之， Hatch-Waxman 法案不仅是一部改革美国药品市场的里程碑式的法案，也为全球药品专利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我们国家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里边关于药品专利的部分，其实也是借鉴了美国当年这部法律。Hatch-Waxman 法案通过在保护原研药的创新激励与促进仿制药进入市场、降低药价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既确保了药品创新的持续性，又提升了公众健康的可及性。虽然博拉案例中的博拉很惨，但是博拉案促成的 Hatch-Waxman 法案对仿制药产业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博拉案本身，惠及了数以万计的仿制药企业。所谓牺牲博拉一个，惠及仿制药全家。这也成为了制药行业和全球健康治理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体现了法律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制衡。